如果我们重新整理一下的时候，第一波4个月减掉了20公斤，停了1个月，然后又走了5个月，又降了15公斤，再往前走，体重下降的速度越来越慢。这个时候呢，我开始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做了，因为我不愿意它停下来啊。我就每天在操心，我说这平台期再来我怎么办？你要有对策的。那我了解我的运动让我身体燃烧脂肪的效率更加的提高了。那我也在学习各种不同的断食啊，这些书其实蛮多的，我也读了好多本呢。我很需要知道，对我自己来说，哪一种断食是最适合我的。所以168是最入门级的，过了168以后还有很多选择的，一天只吃1顿是一种选择，48小时断食是一种选择，长时间断食就是5天、7天、10天，更长时间段也是另外一种选择。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已经61岁了，就是在那种时不我与的状态了哈，你不够时间去做错事了哈。我想练习一下长时间的断食，看一看长时间断食究竟对我的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整个过程我是什么感觉，我要如何设计我的长时间断食呢？我的目标不能少于5天，因为我当时自己是生酮状态了，当时我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做了运动，我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比原来高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去做长时间断食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那种压力啊，我就感觉人蛮轻松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能量啊基本平衡，但是能量基本平衡你们还是要有正确的认识，从身体里面抓取能量出来不仅仅是体脂肪啊，我们身体还有别的能量可以从身体里面挖出来的。那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指的是糖原啊，我们身体里面大概储存了1500卡路里左右的糖原，在我们断食的时候只有一部分可以用得到，有一大部分是用不到的。为什么呢？1500卡路里的糖原在我们身体里面分成2个部分储存的，存在肌肉里面的叫做肌糖原，存在肝脏里面的叫做肝糖原。这2种糖原的用途完全不一样。那肌肉细胞里面的糖原呢，它是不能够还原成葡萄糖再回到血液里面去给别的地方供能的，它存在哪个肌肉细胞里面，它就是给哪个肌肉细胞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它用不了那个糖原，必须在做比较中等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那个肌肉细胞才可以用到那个糖原。不管你饿得成什么样了，你的肌糖原是不能够拿回来给你供能的，所以肌糖原是没有用的。肝糖原是做什么用的呢？肝糖原是可以还原成葡萄糖送回血管里面去的。有的时候你的血糖偏低了，身体有压力了，这个皮质醇呢就来了，肝脏的细胞接收到这个信号了，就会释放肝糖原出来，你血糖就会升回来，维持血糖平衡的。所以肝糖原主要的功能是为了维持血糖平衡的，但是你肝糖原大约也只有400卡路里，所以大概在你断食的第1天呢，24个小时以内肝糖原也就用完了。我没有吃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我身体的体脂肪要能够满足将近3000卡路里的需求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不可能，它必然有别的能量来源。糖原没有了，那只剩下下一个就是糖益生了。糖益生是什么？糖益生这件事情是在肝脏里面完成的，我们肝脏把这些非糖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非糖物质指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乳酸，你身体的细胞只要有处理氧气，身体里面就会有乳酸。乳酸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被肝脏转变成葡萄糖，作为糖益生的第一个原料。它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呢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身体缺能量的时候，脂肪供不上，第一时间我们身体就选择把乳酸转变成葡萄糖，可是它可以给你提供能量的时间不长。然后第二个是甘油，甘油上面连接了3条脂肪酸叫甘油三酯，要燃烧脂肪的时候会有脂肪分解酶过来把这3条脂肪酸给切断，切断了以后这3条脂肪酸拿去燃烧，甘油呢就在血管里面最后去到了肝脏。当你身体缺少能量的时候，需要糖益生功能了，乳酸用完了，第2样选择就是甘油。甘油转变成葡萄糖的速度没有乳酸这么快，但是也蛮快的，甘油的数量比乳酸多，所以甘油可以给我们提供的能量比乳酸要长啊。如果甘油也用完了还不够，下一个就是氨基酸了。蛋白质分解下来以后东西叫做氨基酸了。首先呢，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游离的没有用的氨基酸，这一部分的氨基酸会首先被我们的身体抓取回来转变成葡萄糖的。如果还不够的话，接下来就是你的肌肉了啊。所以短时间的饥饿，短时间的能量供应不上，不会伤到你的肌肉的。因为当轮到肌肉的糖益生的话，那要若干个小时，时间蛮长的之后才会发生的。我第一次做这个断食做了5天，体重掉了9斤了10斤啊，体重明显掉，这个好像效果很好啊，我以为挖到宝了，不是的哈，那不是宝，那是陷阱啊。在我断食结束的2天到3天，10斤全部回来了，
我无法想象这个变化。他告诉了我这样的断食不健康啊。5天断食结束之后，我立刻决定改成1天1餐了，我就不做168了，我也不去考虑长时间的断食了，我觉得对我没好处啊。首先啊，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刚刚前面讲解整个断食的过程啊，你任何人想学断食的话，这个步骤是不能省的哈。你从168轻断食是入门级的，你要学会168轻断食如何轻松舒服不挨饿的情况下能量平衡，你要做到，你不要光想着热量缺口。那么你说168练习一段时间，3个月、半年、8个月、1年都可以，你不用着急的。你要学断食的话是要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过来的。168呢是绝对是比较容易的。到了1日1餐的时候呢，不同的人呢就出现不同的状态了。我们在前面有谈到代谢特征了，我强烈建议胰岛素比较低的朋友们不要做1日1餐，你们做到168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你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比较弱，蛋白质的吸收都比较弱，否则你身上为什么肌肉少呢？肌肉少的原因就是因为胰岛素少，所以你身体容易营养不良，所以你做1日1餐呢，很容易你会发现迅速的变得更瘦了，这不是你想要的，这对你也不是最有利的。你基础胰岛素只有3啦、4啦，甚至于5啦，做1日1餐对你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你可以偶尔做一次，1个月选择1天做一次48小时的断食。你也不要天天做1日1餐，你一样可以享受细胞自食带给你的好处，可是你不是经常做，它对你就有好处了。如果你的代谢特征跟我一样，或者是代谢特征是中等的，你的基础胰岛素在中间的7啊、8啊、9啊的1日1餐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你就要按部就班的来，你要注意能量平衡，注意营养。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定期的做48小时断食呢？我们这种人呢，因为我们这种人储存脂肪的能力比较强大，燃烧脂肪能力比较弱，我们做稍微长时间段是比较有道理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根据我们代谢特征不一样是有所区别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呢，我就改成1日1餐，然后我就保持我的饮食，然后我去继续做我的徒步运动。后面又经过了5个月、6个月，我体重又掉了差不多15公斤，前面35了嘛，后面又掉了15公斤，1日1餐就这么掉了，后面5个月。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一个误区。你看热量靠减热量吧，靠减热量吧。是的，热量理论在这个时候是对的，可是你们不要误会了，如果你对它的认识有错误的话，热量理论是错的。如果你只管热量缺口，不管能量平衡啊，你不健康，你伤害身体啊。当然，热量缺口如果是恰当的话，你体脂肪供上去了，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去掉体重是很漂亮的。我刚开始1日1餐的时候，我需要吃比较多，如果吃少的话，我有压力的，我自己知道的。我听我身体的声音啊，我每天中午吃1顿饭嘛，我脂肪就吃的多一点，因为脂肪的热量很高的，你脂肪稍微多一点啊，这个热量缺口就大幅度的变小了。要用脂肪来填补这个热量缺口是最容易的，你用别的东西填补，你吃得很撑啊，吃得很不舒服啊。所以我中午脂肪吃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体脂肪功能再加上我饮食里面缺口不是太大，就 OK 了。所以这是一个平衡。所以热量理论虽然是对的，你要懂得这个能量平衡如何去把控的。你能量平衡把控的不对，压力大了就影响你的健康的。我从那个时候开始1日1餐，一直到今天了，我已经吃了将近7年了。因为我后来又增加了我的这个训练，又增加了运动了，我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越来越提高，越来越提高。你就会很明显看到1日1餐呢，我吃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你功能还是平衡的，吃了有满足感，我就不想吃了。然后你看到越来越少，一直到后来，我前后体重掉了差不多50公斤吧。体重掉了这个里以后呢，就不再掉了。不再掉了以后呢，我也就不再纠结了，因为我认为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唯一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是，当时我的体脂率啊还有32%，我是从40%的体脂率降下来的。这意思就是说，我的体重降掉了将近30%。可是体脂率只掉了8个百分点，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损失了不少肌肉的。但是好在我身上肌肉本来就多，各位你们不要误会了，不是说我是肌肉男呢。你想一想看，如果你150公斤，你每天要背150公斤的重量走来走去的，你天天都是负重运动的，在你厚厚的那一层脂肪底下也有厚厚的一层肌肉的，否则的话你无法支撑的。更何况我们胰岛素比较多的人呢，是比较容易长肌肉的。唯一比较不满意的就是体脂率还是比较高，可是当时呢，我决定就维持那样了，休息一段时间。我开始到处演讲，开始告诉别人这个饮食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啊！我跟你们说，3年以前就是我改变饮食5年了，我在这5年当中从来没有停止学习啊！学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人的身体是如何运作的，我好奇的不得了。你所知道的我身上的慢性病，除了慢性肾脏病恢复成1期没有完全好之外，
其他的慢性病全部没有了。我的血压长期的就保持在70到110，60多岁啊，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原本是100的160的哈。我的血糖早上的空腹血糖4.8、5.0，非常漂亮的。我的甘油三酯就0.7、0.6，有的时候0.4。高密度脂蛋白1.2、1.3、1.5，在这个范围里面，我的数据好极了。我的尿酸290、300，我断食的时候来到400多。那各位你不要害怕哈，断食的时候尿酸会升高的哈，因为你在断食的时候，你身体在消耗体内的组织，只要体内的组织有在被消耗的时候，有内源性的嘌呤就会比较多。那内源性的嘌呤多了，尿酸就会上升，那过几天它就会下降的，你不用担心的哈。所以我的数据好的不得了，我的记忆力全回来了。你现在给我看一个验证码的话，6位数、7位数，我看一遍我就可以转过头打在电脑里面是毫无问题了。我直播有很多粉丝，有一些粉丝1年多没有来了，他来了我还叫得出他的名字来。我记忆力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跟各位讲啊，脑细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细胞，它自己本身不能够储存能量的，所以它对能量的需求依赖非常高。是不是我们要给它很多能量呢？不是，它用不了这么多能量的。我们需要给它什么？我们需要给它稳定的能量。它时时刻刻都需要能量，如果你给它提供能量是有的时候很多，有的时候很少，对它很不利的。多了它用不了，少了它不够。所以为什么我过去这个记忆力不好，情绪不稳定，人觉得不舒服？我们身体供能不稳定啊。我身体在燃烧葡萄糖的时候，我身体的供能呢是随着我的血糖波动的，我血糖飙高降低，我身体里面能量就高就低，身体别的器官别的部门可能还可以应付，它呢对它来说压力就很大了。因为它得不到稳定的供能啊，它维持正常工作是有困难的。很多人说我们的脑细胞100%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这是不正确的哈。实际上，我们的脑细胞呢，大约20%的脑细胞是必须依赖葡萄糖的，但是有大约80%的脑细胞非常喜欢燃烧酮体的。事实上，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婴儿身体呢就生酮了，他们的脑细胞严重的依赖酮体功能的，而他们的酮体来自于母乳里面的脂肪在婴儿的肝脏里面直接转化成酮体，给它的脑部功能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了，我们脑细胞非常喜欢酮体的。我在跟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很好奇啊，你每天吃多少呢？你生酮饮食，但是吃到几分饱叫做恰当呢？我永远都给大家就一个答案呢，是吃到你有满足感的，吃到有满足感的。我第一次听到吃到有满足感是听 Stephen Finney 说的，我完全不懂他说什么意思啊？吃到有满足感，满足感是个什么呀？可是他说了，我不得不重视啊，我就去学习嘛。学习的结果就开了一扇很大的门了。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饥饿感吗？你会有饥饿感，是因为我们身体制造一种激素，叫做饥饿素。当我们的身体需要能量的时候，它就会制造饥饿素出来。这饥饿素是一种激素，激素就是信号。饥饿素制造出来了以后，随着我们的循环系统到了我们的脑细胞，脑细胞接收到了饥饿素这个信号了，就给我们制造饥饿的感觉。这就是动物去觅食的基本动机啊，饥饿感嘛，就从这里来的。是身体需要能量，身体需要食物了，就制造了饥饿素，饥饿素通知它，它通知我们，我们就有饥饿的感觉了。同样的，当我们吃食物吃够了，我们身体够了，身体会制造另外一种素，叫做瘦素。那这个瘦素同样的透过循环系统到了我们这个脑细胞，脑细胞接收到瘦素了以后，就会给我们满足的感觉、饱腹的感觉，我们就会停下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坐在饭桌上吃饭，吃着你说我就自然停了，一点都不自然，是瘦素让你停的，一切都在激素的掌控之中的。所以他说吃到有满足感是对的，但是每一个人达到满足感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要吃很多才会达到满足感，有的人不用吃很多就会达到满足感。你们不要害怕，在你饮食吃正确的状态下，它这个信号会越来越清晰的。吃高糖饮食的人，这个信号是绝对的错乱的。第一，你的血糖啊是一直波动的，血糖的波动是最容易带来饥饿感的。每一次血糖波动降下来了，你就会饿的。你身体经常在不应该制造饥饿素的时候制造饥饿素了，所以吃高糖饮食的人容易饿。吃高糖饮食的人的身体的胰岛素高，胰岛素高的人不容易得到满足感，所以吃高糖饮食的人呢，饥饿素也乱套了，瘦素也乱套了。你来吃生酮饮食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饥饿感越来越不明显，你越来越不容易饿了。然后同时你会发现你的饱腹感跟满足感越来越容易达到了，你的食量会自然而然变少的。所以Stephen Finney 没有说错的，没有达到满足感以前你就吃到有满足感了你就可以停了，这样是对的。那这样做的结果是慢慢你的食量自然而然的下降，可是你永远都是有满足的。
这一点很重要，你永远都是满足的。我们刚刚讲了4年以前，我想要降低我的体脂率，我需要有一个策略。当时我考虑全面的健康需求，跟我未来进入老年生活我的需要是什么，同时那我应该如何去做能够满足我现在想降体脂率这件事情。所以我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就是我尝试增加肌肉。如果我可以有效的增加我身体的肌肉量，我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体脂肪。大家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一点，假设说我现在身体的总体脂肪有10公斤，我的总肌肉量有5公斤。如果我说我增加肌肉量，这10公斤本身没有减少，可是这5公斤也变成10公斤了，体脂率就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重点，我不用管你脂肪减少没减少，我管肌肉增加没增加。肌肉如果有效率的增加了，体脂率就下降了，这是第一。第二，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是，肌肉量增加的话，基础代谢就会上升，我身体燃烧能量、燃烧脂肪的效率会提高，自然体脂率会下降，这是第二。第三，我身体增加肌肉对我老年生活质量有绝对的好处，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唯一没把握的是，64岁的人增加肌肉现不现实，做得做不到我不知道，但是我值得尝试。所以从这里就开启了我开始做健身运动的走上这条路了。